乌横跨600公里爆破俄罗斯核设施，80%乌克兰人拒绝和谈。俄罗斯又以盟友反水，美国研制155毫米防空炮，47旅囚犯营攻入顿涅茨克。7月14号，俄罗斯卫星网报道，乌军展开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入侵了俄境内的5个州。虽然俄军击落了38架来袭的乌军无人机，但伏尔加格勒州弗罗洛沃市一座变电站、顿河畔卡拉奇一座油库、罗斯托夫州的一座500千瓦的变电站均遭到无人机的打击。但这些都是开胃小菜，或者说是乌军真正意图的掩护。在无人机分散俄军注意力的同时，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和乌国防部情报总局发动联合袭击，袭击了阿斯特拉罕州阿赫图宾斯克军用机场以及阿斯特拉罕州洲际导弹实验中心。这次袭击通过无人机进行，乌军直接打击了距离俄乌边境600多公里的俄罗斯第4中央导弹实验场卡普斯金亚尔。该实验场一座装配大楼楼顶遭到无人机直接命中，并产生了爆炸。俄罗斯电报局称，该州的铠甲防空系统被突破，现场可以听到爆炸声。卡普斯金亚尔由苏联在1946年5月13号建立，在二战结束之后这里作为苏联最机密的实验场，进行了多个方向的实验，包括火箭、卫星以及从希特勒那里搞来的神秘黑科技，曾经有多次 UFO 目击事件。因此，这里也被称为苏联的罗斯维尔。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1990年代的评估，该地区占地超过了3000平方英里。俄罗斯太空历史学家阿纳托利·扎克打趣地表示，1947年斯大林的火箭手还在这里学习驾驶苏联的弹道导弹，现在显然被乌克兰无人机去纳粹化了。事实上，这是乌克兰2周内第2次袭击俄罗斯的太空设施。6月底，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 NIP-16 太空通信设施。俄罗斯利用 NIP-16 的强大无线电与军用卫星进行通信，是俄罗斯卫星系统的关键。但至于为什么这次乌克兰要袭击卡普斯金亚尔，目前尚不清楚。有消息声称，这里是俄罗斯最先进的防空导弹系统 S-500 的实验基地。但是鉴于 S-500 已经在克里米亚投入实战，这次袭击对 S-500 的影响应该是不大。同时也没有其他证据表明该实验场正在实验其他秘密武器。大兵认为，这次袭击对于乌克兰来说，其政治意义是要远高于军事意义的。许多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都是这样的情况。乌克兰可以通过这种袭击，在俄罗斯人民面前证明普京无力保护俄罗斯，从而打击俄罗斯国内对于俄乌战争的士气。同时，重要的军事和工业设施遭到无人机的袭击，对于俄罗斯来说也是一个不祥的迹象。这表明乌克兰有能力将俄乌边境内750公里通通纳入打击范围，包括俄罗斯战略导弹部队的仓库，这里面包含了上千个重要的军事目标。而俄罗斯防空部队不可能保卫所有的目标，因此俄空军必须做出艰难的选择，进行重点防御。而防空部队的调动能够为北约情报系统指出俄罗斯最重要的军事设施所处的位置，这对于俄罗斯的战略威慑力来说是非常严重的损伤。乌克兰拉祖姆科夫中心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并在7月15号公布了结果。调查发现，83%的受访者拒绝普京的和谈条件，即乌军撤出顿巴斯地区。这意味着80%乌克兰人认为，俄乌战争应该以乌克兰恢复2022年边界和谈条件。此外，调查还报告说，58%的受访者表示，乌克兰不应该在其宪法中规定中立、不结盟和无核地位，在俄罗斯的和谈条件中要求乌克兰不得加入北约。普京在2024年6月要求乌克兰承认俄罗斯对乌克兰东部和南部的领土主张，并承诺不加入北约。作为开始和平谈判的先决条件，普京的这些极端条款无异于让乌克兰投降，表明他除了自己以外的其他任何方案都没有兴趣进行善意的谈判。尽管乌克兰的合法边界从1991年以来一直得到国际法的承认，但俄罗斯继续声称乌克兰拒绝合理的要求，并且持续通过媒体将乌克兰变成无法进行和平谈判的主要原因。
并以此加强俄罗斯政府对俄境内的管控能力。然而，乌克兰一直在为和平做出努力。乌总统泽连斯基7月15号表示，乌克兰第2次和平峰会的计划应该在2024年11月之前准备就绪，并重申了俄罗斯代表应该出席。泽连斯基表示，在第2次和平峰会召开之前，乌克兰还将于24年7月底或者8月初在卡塔尔举行能源安全会议，8月在土耳其举行航行自由会议，以及9月在加拿大举行交换战俘和遣返被驱逐出境的会议。泽连斯基认为，无论俄乌战争如何进展，确保能源安全等军事无关的民生领域安全是和平的先决条件，也是无关立场、有关道德的底线问题。然而，俄罗斯依旧拒绝了泽连斯基的提议。克里姆林宫最近的声明表示，俄罗斯不会参加第2次和平峰会，可见俄罗斯是根本不想进行和谈，他们的目的呢是让乌克兰投降，这是对国际法的践踏。难怪乌克兰人会不愿意投降了，因为他们都知道普京的狼子野心。一旦乌克兰同意俄罗斯的和谈条件中的任何一条，俄罗斯都会得寸进尺，直到吞并整个乌克兰。现在乌克兰人除了殊死抵抗之外，没有第2条路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战线。7月15号，哈尔科夫州北部的战斗仍在继续，但至今未取得显著进展。乌克兰哈尔科夫集团军上校尤里波夫赫指出，俄罗斯方面似乎正在集结2支旅团级的部队，准备再次向哈尔科夫方向发起攻击。有情报指出，波夫赫的消息存在错误，不排除这是俄罗斯的烟雾弹，或者是编辑错误。同时呢，社交媒体上还有一段视频显示，第138摩托化步兵旅风暴支队的一名俄士兵在沃夫昌斯克作战之后表示，其部队在一次行动中损失了16名士兵，同时部队士气也十分低落。在库皮扬斯克、西维尔斯克、恰西夫亚尔方向，俄军均未取得进展。不仅如此，乌军还在托列茨克方向成功完成了一次反攻，并夺回了部分阵地。而在南部战线，俄军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没有占领任何关键的战略点。总体来看呢，俄乌战场已经再次陷入了僵持阶段。作为掌握主动权的俄罗斯，已经投入了绝大部分能够投入俄乌战场的兵力，想要再次发动大规模攻势，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而对于乌克兰来说，也很难有改变现有局势。主要呢，原因是在于乌克兰缺乏能够用于进攻的武器。7月11号的报道中，一位北约高级官员指出，乌克兰将需要等待西方提供进一步的安全援助，并在前线部署更多的兵力后，才能展开反攻行动。据此推测，乌克兰的反攻行动可能是要等到2025年才能真正实施了。与此同时，有美国高级国防官员表示，未来6个月内，乌克兰军队可能会保持防御态势，而俄军呢，在此期间很难得以取得显著的进展。目前呢，乌克兰正在积极应对人力资源的挑战，并且着手组建数个新的部队单位。然而，这些新部队的装备需求仍是有待满足。而得益于西方的及时援助，乌克兰军队得以稳固住前线的关键区域。随着更多的西方安全援助陆续抵达，并且支持乌克兰继续建立预备队和新旅，预计在未来几个月内，乌军呢将会有能力加大其反击的力度和规律性。至今为止，乌克兰军队已经进行了数次大规模的反攻行动。这些行动呢，在整个全面入侵期间取得了行动上的成功。但这种解放领土的方式并非乌克兰军队的唯一策略。对于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而言，打破当前的阵地战僵局均极具挑战性。小规模的反攻行动对于现在的乌克兰来说风险更低，而且能够同样削弱俄罗斯的战略主动权。因此，大兵认为，未来乌克兰不大可能像2022年一样进行大规模反攻了。从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一直是亚美尼亚的主要经济伙伴和盟友。亚美尼亚曾经是苏联的一部分，拥有俄罗斯军事基地，是莫斯科领导的安全联盟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一部分。然而，自从阿塞拜疆去年发动闪电般的军事行动，占领卡拉巴赫地区以来，亚美尼亚与俄罗斯的关系就变得越来越紧张了。亚美尼亚当局指责俄罗斯维和人员未能阻止阿塞拜疆的猛攻，而莫斯科拒绝了这项指控，认为其部队没有干预的权利。
之所以被刺盟友，是因为阿塞拜疆背后站的是土耳其，而土耳其呢是北约成员之一，也是俄罗斯重要的经济伙伴。即便北约国家对俄罗斯进行了集体制裁，土耳其也依旧和俄罗斯保持着关系。俄罗斯相比于亚美尼亚这个小弟，普京显然更看重和土耳其之间的关系，所以去年俄罗斯默许了阿塞拜疆的行为。然而报应来得如此之快，亚美尼亚与美国启动了联合军事演习，此举反映了其领导人努力与美国和西方其他盟国建立更为紧密的关系，同时也证明了与老盟友俄罗斯的关系的恶化。亚美尼亚国防部长苏伦帕皮基扬表示，应伙伴兵棋推演旨在提高参与国际维和任务的部队的互操作性。他们涉及了亚美尼亚维和部队、美国陆军以及堪萨斯州国民警卫队，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部队参加。演习计划持续到7月24号。早在去年9月，亚美尼亚就已经和美军进行了演习，在莫斯科引发了沮丧。克里姆林宫的官员称此举为不友好的行为。不仅如此，亚美尼亚还决定加入国际刑事法院。该法院去年起诉了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涉嫌与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有关的战争罪。随着与俄罗斯的裂痕不断扩大，亚美尼亚冻结了其参与俄罗斯主导的安全联盟，取消了参与联合军事演习，并冷落了该集团的峰会。这是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又一个背叛俄罗斯的盟友。7月8号，美国宣布开始155毫米高射炮的招标。通过其官方渲染图可以看到，美国陆军的新一代155毫米车载高射炮采用6×6轮式高机动卡车底盘，这意味着其机动性能优良，能够快速部署到需要的地点。同时，在武器方面配备的长身管155毫米高射炮和全自动弹药装填系统，这是自2战以来美军首次研发大口径防空炮。此外，美军还要求该炮车要具备空运能力，能够由 C-130战术运输机快速投送，增强了部队的远程投送和快速反应能力。美国陆军研发的新一代155毫米车载高射炮的决策，确实是体现了对当前以及未来防空作战环境的深刻理解。随着航空装备突防能力的不断提升，尤其是高超音速武器和复杂的电子干扰技术的出现，传统的防空手段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口径高射炮因其独特的优势而重新获得了重视。大口径高射炮的飞行速度快，能够更有效地追踪和命中高速飞行的空中目标，包括高超音速目标。这对于提升防空系统的拦截效率和成功率至关重要。其次，高射炮的炮弹相对不容易受到电子干扰，这在复杂的电磁环境中尤为重要。同时，相比于小口径防空炮，其射程更远，能够满足中程甚至远程防空作战的需求，为防御体系提供了更为广阔的保护范围。而至于之前大口径防空炮存在的精准率和射速问题，也能通过电子火攻系统和制导炮弹来解决。也许未来我们还能看到战列舰主炮级的防空炮。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激烈战事中，一支特别的部队施克瓦特种营展现出了惊人的战斗力。该部队隶属于第47机械化旅，近期对于入侵者阵地发起了一次成功的扫荡行动，成功占领了位于新谢利夫卡佩尔沙村郊区的敌方阵地。而更令人瞩目的是，施克瓦尔特种营中的部分士兵竟是来自监狱的前囚犯，他们是自愿加入乌克兰军队，希望通过在武装部队中的服役来证明自己，并为抗击俄罗斯贡献自己的力量。上个月，乌克兰军方还展示了这些特殊士兵的训练过程，他们经历了严格的战术和医疗训练，如今已经成长为战场上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通过该旅发布的视频，我们可以看到 M2 布拉德利步兵战车上的士兵们如同猛虎下山，迅速而准确地突入敌方阵地。士兵精准着陆后，在战车火力掩护下，他们毫不犹豫地冲向目标，成功清除了阵地上的俄罗斯士兵。虽然施克瓦营可能并未直接装备 M2 战车，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与友军单位的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值得一提的是，第47马古拉旅已经坚守了很长时间了，
他们凭借顽强的意志和出色的战术，一次次挫败了俄罗斯军队的进攻企图。特别是从6月初以来，他们始终坚守在新谢利夫卡佩尔沙，阻止敌人对该地区的占领。面对从东部和北部不断涌来的俄军攻势，47旅表现出了惊人的韧性。即便他们从今年年初阿夫迪夫卡战役以来很少得到休息时间，但如今依旧能够保持相当的战斗力。对于本期视频，各位有什么看法？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